小姐，你可算醒过来了。我没死，穿越了。我去，正宗汉代博山炉，这肯定是大户人家。兰芷，娘走后，千万不要给娘报仇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沈大小姐体弱多病，又克死生母，这门亲事我们公子退了。哼！兰芷，你搬去后院。姐姐，后院清静，正合你养病。我堂堂顶尖毒理学博士，顶级调香师，精通百草药性、香毒秘技，竟然穿成了一个丞相府的弃女，而且还被退婚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沈兰芝。既然老天让我来了，过往所有欺辱、所有亏欠，我会一一查清，百倍讨还。哟，姐姐真是命硬，一场大病，一场丧母之痛，竟然都没带走你。姐姐如今声名尽毁，被温家当众退婚，早已是京城笑柄。爹爹已经下令，明日一早你就乖乖搬去后院。来人，把大小姐的东西搬过去。小姐，后院是废院，荒草丛生，漏风漏雨，根本不是人人住的地方。我们真的要去吗？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、传弱可欺的沈兰芝。欺我、辱我、害我娘亲的人，我必会一一清算。那是什么？是夫人的遗物，一直放在这里，从未有人翻动过。兰芷无耳，香可安魂，亦可护命。夫人生前痴迷制香，只可惜香可安魂，亦可诛心。这所有的血海深仇，就从这后院开始，我会一一讨回。走，去后院。这就是人人嫌弃的后院，遍地是宝，偏偏没人识货。叶叶规整均匀，叶面干净通透，没有半点锈病虫蝉痕迹，纯天然野生薄荷，薄荷脑凉感纯粹浓郁，纯度远超现代人工肥育品种，是绝佳的制香入药原料。小姐，这院子荒了这么久，破破烂烂的，到处都是杂草，您在看什么呀？我在看属于我们的底气，还有翻身复仇的第一桶金。不好了，小姐，府里故意克扣我们，月钱直接减半，往后咱们天天只能喝这清汤寡水的稀粥。阿唐，去买几样东西。鹅梨、沉香、香香，小姐，这都是名贵材料，哪里有钱买这些？母亲的香谱上有一味鹅梨帐中香，我改良了方子，市面上的根本没法比。那咱们没钱啊！把这个当了。挑熟透的鹅梨，正宗海南壳料沉香，半点不能差。这是夫人留给您唯一的念想啊，怎么能……娘传给我的是制香手艺，快去！汉代上品博山炉，娘亲藏得真深，原来娘亲根本不是普通女子。小姐，东西都买齐了，可当铺掌柜故意欺压我们，仗着我们急用，极品耳罪，只给了2两银子。2两足够，够我们翻盘一局。小姐，您什么时候这么厉害？夫人当年明明只教过您一点奇毛。梦里学的。3重蒸制，反复烘干，缺一不可，差一步香气便差千里。太香了，竟然比夫人当年制的香还要好闻。娘亲用的是古法，我加了蒸梳梨汁原液，香气更清透，留香更持久。原药，这是什么秘法？哼，只留3滴精华，足以碾压市面所有凡品。我改良的鹅梨帐中香，香气比古方清透3成，整个京城找不出第2家。明日你去东市兰桂坊找冯掌柜，
当面点一颗香丸验货，等他主动开口。他要是直接问价怎么办？5两1颗，每月限量10颗。若他打听香方，只说一句制香人乃故人之女，香方绝不外传。奴婢全都记住了，定不辱命。有人偷听。二小姐特意让奴婢来看看这边缺不缺吃食。不必，回去告知沈慧婷，我这里一应俱全，无需他假好心。小姐，她全都听见了，会不会是二小姐察觉到什么了？买胭脂还是买香？我是来卖香的。卖香，我兰桂堂专营顶尖香品，脂粉好物，寻常凡香可不入我的眼。这是什么香？气味绝佳，绝非俗品。改良鹅梨帐中香，我家小姐吩咐，必须当面焚香验货，眼见为实。掌柜的，绝非市面上那些鹅梨香可比，甜而不腻，暖而不燥，尾调还带着一丝清冽凉意，层次绝佳。这等极品究竟出自何人之手？制香人乃故人之女，太有意思了。回去告诉你家姑娘，兰桂坊冯三娘诚心邀她过来坐坐。那掌柜的，这批香您可收下？10颗香丸我全数收下，开价吧。1颗5两，绝不还价。值，这香气，这方子，配得上这个价。这50两是10颗香丸的全款，我再额外付10两定金。下月我要100颗。抱歉，掌柜，我家小姐有规矩，此香每月仅限10颗，概不增量。好一个限量供货！我冯三娘经商20年，还是头一回见。多谢掌柜赏识。且慢，这个代为转交你家姑娘，就说冯三娘无以为谢，以小物结缘。莫非是当年那位名动京星，后来销声匿迹的沈夫人之女？有意思，看来要变天了。50两银子，小姐终于能翻身了，赶紧回府报喜。小娘子急匆匆去哪儿啊？怀里揣的是什么值钱宝贝？拿来给爷瞧瞧。你们别过来！黑甲军是靖安王的人。滚！这不是普通安神香，此香何人所制？是我家小姐。哪家小姐？丞相府沈小姐。往后出门只走大路。殿下，可要属下立刻追查制香之人。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种不让我头疼的香。殿下说什么？我向来闻不得香气，闻到就吐，可这颗香丸竟让我心生安顿。彻查丞相府，究竟是哪位小姐身怀这般绝世制香秘授？卖了，小姐，10颗香丸全卖空了，冯掌柜还要订100颗。回来路上被打劫，幸好有位黑甲将军救了我，骑着大黑马，看着格外凶狠。黑甲骑兵，人马、铠甲，连军旗都是纯黑的。长安城唯有北境军配黑甲玄旗，这支明马的统领就是靖安王刘恒，就是那位在北境一战斩杀10万匈奴、杀伐赫赫的靖安王。你看清楚了？千真万确。世人皆知，靖安王最讨厌百香，百香近身便会头疼难忍。那他为何偏偏要闻咱们的香丸？这正是我最想查清的疑点。只有一种可能，我的这炉香能压住他的陈年头疼顽症。什么头疼？奴婢从未听过靖安王有这毛病。尚无10分把握，还需验证。
拿着银子去采购上等香材。若当真的是他，这位人人畏惧的杀神，或许就是我唯一的破局机会。小姐，您又自顾自嘀咕什么呢？我们必须加快速度，趁着消息还没传遍丞相府。靖安王权势滔天，他会不会查到咱们后院来？或许会，或许不会。可他若真敢来，那咱们便在这儿亲自迎一迎这位杀伐10万的靖安王。小姐，您画的这是什么？这叫蒸馏器，花瓣和清水放进大肚子里，文火加热，水汽带着花香上升，遇到弯管冷却成液体，流进瓷瓶，流出来的东西叫花露。一滴花露抵得上10斤花瓣煮水。有了它，我能把花的精华全提出来。那岂不是说，咱们能做出天底下独一份的绝世香品？用蒸馏花露调的香，纯净透亮，没有烟火气。放眼整个大汉，仅此一家，绝无分号。明日去找工匠，务必用纯铜打造。是。有了蒸馏器，咱的香能卖出天价吗？鹅梨帐中香5两1颗，那是土法子。等蒸馏花露出来，我要让冯管顾捧着银子排队。太好了，咱们终于要彻底翻身了。二位夫人快来品鉴，这是本店独家新到的兰芷香，工艺绝密，全长安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齐了，用云母片隔火熏的，一丝烟火气都闻不到。这般云薄通透的云母片，不是寻常匠人能做的。制香的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嬷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不必多礼，这就是近来传得沸沸扬扬的兰芷香，清而不浮，甜而不腻，暖而不燥，气韵绝佳。嬷嬷好眼光，实不相瞒，这香是客人寄卖的，至今也未曾见过制香人的真面目。我奉长公主殿下之命而来。殿下常年受失眠困扰，太医院前后换了10几道名贵方子，各类安神香全都毫无药效，唯独闻过这兰芷香的那一晚，殿下安稳熟睡了整整1个时辰。长公主命我前来问你，此香究竟出自何人之手？这是长公主殿下的贴身信物，你转告那丫头，3日之内，长公主府大门专为制香人敞开。你最好求神拜佛，这位故人之女，当真有本事治好殿下的顽疾。我的天，这兰芷香怕是要被封为御用贡品了。何止是贡品，若是真能根治长公主的失眠顽症，这位制香姑娘日后怕是要一步登天。阿檀姑娘，出天大的事了！今早长公主府的内侍亲自登门兰桂坊，要找制作兰芷香的高人。长公主常年夜不能寐，太医院都束手无策，万般无奈之下，特意下民间求这炉异香。阿檀姑娘，我这半月熏了你家的安神香，头疾都好了大半，万万没想到，长公主府竟然先一步寻上门了。长公主何等尊贵身份，偌大京城，名医香师数不胜数，从未见特意派人出宫寻香。姑娘，老朽实在扛不住了，长公主府撂下死话，3日之内必须见到制香之人，求你速速通报小姐。不好了，小姐，出大事了！长公主府内侍亲自去了兰桂坊，专程找您制香。冯掌柜扛不住压力，急得不行，求您出面应对。长公主的失眠拖了多久？宫里所有御医都诊治过，方子换了10几副，半点用处没有。失眠虽是顽疾，但太医院方药齐全且名贵，以长公主的身份，大可命太医院日夜调配秘方。她身居高位，为何大费周章，在民间寻访不知名的制香人？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，这里面另有隐情？这从来不是寻香治病，
这是一场精准试探。小姐，那你不就危险了？长公主想要找一个能替她暗中办事、无朝堂派力牵连、干净可控的人。她真正想找的藏在暗处的刀香只是引子。你回去转告冯掌柜，我可特制一味安神馨香，3日后让他来取货复命。小姐，您当真要出面接触皇家之人？只靠卖香营生，只能苟活立足。但想要真正翻盘，得让身居高位闻到我的本事。再加一句回话，香我可以无偿进献，但之后我要长公主亲自来见我。殿下，这沈兰芷太过狂妄，她一介丞相嫡女，居然敢摆架子。为了治好母后，区区亲访无妨。这是她送来的安神香丸，说是专为殿下量身调制。本宫睡了多久？整整2个时辰。明日传她入府。他竟知晓母后夜夜失眠，更清楚银针试毒之事。殿下，太后凤体为何每日申时头疼加剧？连夜送回给她。殿下，您这试探太过凶险了。他若答得上来，本宫便带他入宫面见太后，揭开深宫隐秘。若是答不上来，小姐，长公主真的会被您的香丸和字条引过来吗？不是会来，是已经到了。这是长公主密信，答出殿下所问，方有入宫资格，否则此事作罢。太后并非失眠头疼，是慢性中毒。此事绝密，你一介闺阁女子如何得知？缘由我只当面告知长公主。明日4时入宫，太后之事严禁外泄，包括你的生父，违者祸及满门。我准时赴约。中毒，这可是深宫密事，沾之即死。半月前，我托温子京借来紫书，早已摸清端倪。长公主早有察觉，只是深宫势力繁杂，不敢彻查。可下毒之人大概率藏在太医院，都是天子近臣，咱们捅破此事就会要命的啊，小姐。我要在长安城立足，这个险局我必须接。沈丞相嫡女来见本宫，竟只带一根银簪，此簪是家母遗物，臣女终身不换，无关规矩。昨夜你调制的安神香，让本宫安稳睡了2个时辰，香中究竟加了什么秘料？合欢皮安神，忘忧草疏肝，龙穴香定魄，琥珀镇惊。你未曾为本宫诊脉，怎敢笃定本宫脉象症结？殿下传回的脉伴字迹清晰，常年忧思郁结，虚火灼心。太医院一众御医开了汤药无数，始终无效。太医院只医身病，不医心病。殿下顽疾根源，从来都在放不下的心事。说，你怎么知道太后常年失眠？又怎么知道太医院用银针验香的绝密规矩？太医院3年记载，太后每日申时准中头疼，但臣女发现全书笔记年年更换，唯独太后头疼这一条从未换过。有人刻意封锁太后申时脉案，这种定时发作的怪症，定是每日申时点燃的安神香有问题。你的意思是，太后日日焚燃的安神香被人暗中掺了毒？空口无凭，必须当面验香方可取证。太医院次次验香，从未查出毒性，银针仅能验砒霜、乌头这对烈性剧毒，可香中的漫毒，银针根本验不出。这根特制铜针，遇漫毒即变黑，百试百灵。殿下看清了，这根本不是夜交城，而是耗血伤身的雷公藤生根，日日焚烧吸入，日积月累，才让太后头痛夜不能寐。整整2年，本宫暗中查访2年，竟无人敢揭发半分。沈兰芷，你到底是什么来路？臣女只是丞相长女，家母遗留半本香谱，臣女研习10余载，谱中不仅有安神调香之方，更记载了各类香材配尾制毒、变毒之法。本宫追查太后怪病2年，朝中人人避之不谈。本宫需要一个懂香识毒、
无党派的人入宫彻查真相，此事凶险万分，一旦败露，便是杀身之祸。臣女知晓，可若连我这个调香人都查不出毒香真相，往后天下无人信我沈兰芷的香道。好，胆识过人，本宫信你。此差是先帝赐我15岁生辰信物，你带他入宫，便是本宫亲任的人，宫中无人敢拦。入宫之后，你只有一个身份，为太后调香的上香娘子，只做调香之事。你只需用心闻香，记下异样，回宫如实告知本宫即可。本宫要你干干净净入宫，安然无恙归来。臣女谨记在心。雷公藤醋桐变毒之法，太医院无人知晓。你母亲一介闺阁女子，香谱中为何会记载这种变毒之术？因为家母当年也曾惨遭毒香所险些丧命，她留下这些变毒之法，只为让我保命立身。殿下，沈娘子所言可信几分？会不会是刻意投机，铤而走险？她是真有通天本事，还是在赌命搏前程？等她从太后宫中出来，一切自有分晓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，本宫亲自携上香娘子入宫，为太后献香。小姐，那雷公藤真的能神不知鬼不觉杀人？日日焚烧吸入，毒素慢慢枯死心脉，能自由出入太后寝殿，能全权经手太医院进贡的所有香材，更能一手篡改封存3年的皇家脉报。纵观整座皇宫，能同时做到这3点的人，绝不超过3个。长公主手握线索追查2年，却始终隐忍不敢动，足以证明对方位高权重。小姐，对手来头这么大，凶险之极，咱们还敢入宫吗？去，不仅要去，我还要当众换下太后寝室那个夺命毒香。凶手越是刻意隐藏踪迹，越说明他怕暴露身份。而我是整座长安城唯一能靠鼻子识破香毒、揪出真凶的人。小姐，那您教奴婢闻香识毒，入宫之后，奴婢也帮您闻，帮您盯着。你无需闻香，你只需替我盯死太后身边所有贴身宫女，收拾行装，3日后入宫。咱们主仆2人亲自去闻一闻，这宫里到底藏着多少阴谋、肮脏龌龊。长公主极力举荐你，说你调制的香能让她安睡2个时辰，哀家今日便亲自试试。太后凤体尊贵，恳请殿下恩准，臣女于侧殿熏香。嬷嬷，劳烦悄悄请长公主过来，不要惊动正殿任何人。怎么回事？正殿内炉御用安神香，里面掺了雷公藤蔓毒。你只是路过闻了下，就能确定？足够了，寻常人分辨不出来。臣女变香10余载，绝不会认错。时至今日，还敢在太后寝宫明目张胆下毒，简直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！这炉毒香，今日必须换掉，一刻不能再留。正殿2名宫人死死值守，戒备森严，你怎么动手？这是我连夜赶制的安魂散，与太后常用的安神香一致，足以以假乱真。待这炉淡香稳住太后心神，我便当众向天子进言，恳求换香。只要天子开口，我就可以彻查毒香，替换新香。
你竟然早已算尽全局，备好后手。太后若因毒香而死，那我沈兰芷毕生所学就毫无用处。母后睡多久了？整整2个时辰。陛下，臣女有要事启奏。太后今日虽得以安睡，但殿中御用安神香配方老旧，早已不适合太后体质，恳请陛下恩准，即刻为太后更换新香方。母后近2年失眠，今日好不容易安稳入睡，朕不愿贸然改动。陛下，恰恰是为了母后能夜夜安眠，彻底痊愈，才必须更换香方。准，自今日起，太后御用安神香交由上香娘子全权调配。收好，这是谋害太后的铁证。太医院一众御医竟不及你一炉安神香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女不敢求分毫赏赐，只希望太后凤体安康，岁岁平安。不求荣华，不图封赏，那你入宫究竟所求为何？臣女毕生研习香道，太后安睡则陛下心安，陛下心安则天下安宁，这就是臣女坚守的香道根本。特封沈兰芝为上香娘子，可自由出入皇宫，随时入宫为太后调香安神。沈娘子留步。这枚香丸是你的。是。那日巷口之事，臣女一直未曾有机会当面谢过殿下。不必，这枚香除却鹅梨、沉香、檀香3味主料，你还暗藏了什么辅料？加了野生带露薄荷，沉檀温燥厚重，薄荷清冽微凉，恰好中和燥热，凉暖相济。凉暖相济，难怪如此独特。皇帝素来不近风雅，何时竟也懂香道了？臣弟不懂香，只是太医院的御香闻了头疼，唯独他的香能让人静心宁气。稀奇事，朕这位冷面皇帝20年从未夸过任何人与物，今日竟唯独偏爱一枚女子做的香丸。陛下封赏了，封上香娘子可随时入宫调香。你神色不对，出什么事了？靖安王也在，你可知道为什么？他的生母柔妃当年正是死于秘制毒香，但你的香，他那句闻之心安，分量远胜陛下的金口封赏，是旁人求之不得的信任，便已特意吩咐此物交由你亲手保管。殿下说，证据在谁手中，谁的命就攥在自己手里。臣女沈惠芷拜见德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3番2次送礼，说吧，你想从本宫这里讨什么好处？臣女不敢奢求赏赐，只求能替娘娘分忧解劳。娘娘的忧不在自身，在旁人。臣女的嫡姐沈兰芷近日在太后宫中出尽风头，破格被封上香娘子，一时风光无两。你姐姐得了皇家封赏，无上殊荣，你做妹妹的非但不喜，反而心生异议。本宫身居深宫，安稳无虞，何来忧虑？臣女不敢嫉妒，只是娘娘不知，沈兰芷自幼大字不识几个，从前从未碰过香道，可她短短半月，忽然有了绝世香艺，这等突飞猛进，实在太过蹊跷。臣女愿替娘娘暗中盯着她，但凡她有半分异样，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臣女必会入宫禀报，绝不含糊。你姐姐未曾亏待于你，你却来本宫面前告发至亲，说到底，你到底图什么？娘娘明鉴，臣女从小到大读书女红仪态了，样样碾压她。她本该一辈子低我一等，可她凭空冒出一身香意，一夜爆红，陛下破格封赏她，甚至连常年不近人情的靖安王都特意在偏殿拦下她单独说话。本宫给你一步登天的机会，本宫要他那套安神香方，臣女定不负娘娘重托。此物赏你，好好替本宫办事，事成之后，本宫许诺你荣华富贵。谢娘娘赏赐，臣女必定拼死效力。
恭喜姐姐受封上香娘子，妹妹特意前来沾一沾姐姐的喜气。既然来了，便进来坐吧。妹妹这只步摇成色华贵，并非府中物品。姐姐好眼力，无事不登后院。妹妹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姐姐如今风头正盛，院里的稀罕物件是越来越多了。对了，墙角盖着的是什么东西？一件尚未完工的物品，不值一提。姐姐说笑了，妹妹只是真心关念姐姐。听闻姐姐更换了安神香新方子，不知新方之中究竟加了什么秘料。妹妹先闻闻这个，不过是最普通的薄荷。没错，市面上1钱银子可买3斤的普通薄荷，可在我手中便能身价无两，堪比名贵香材。若是德妃娘娘对香道好奇，大可亲自问我。既然妹妹执意打听太后安沉香新方，我便告诉你，此方以琥珀为君，酸枣枝为臣，合欢盆为佐。姐姐多想了，妹妹只是随口问问，并无他意。你头上这步摇确实好看，但你记住，德妃的赏赐从来都不是白给的，带着她的赏赐就要替她办事，办得合意，荣华富贵源源不断。可若是办砸了，她随时能亲手收回，连带你的一切。小姐，那我们该如何应对？等，德妃已经派沈惠芷前来探路试探，下一步便是她的杀招。看你这一脸慌张狼狈，是被沈兰芷看穿了。是，姐姐她已然知晓陈女士娘娘身边的人。好一双锐利通透的眼睛，沈兰芷远比本宫想象的更谨慎。琥珀5钱，酸枣仁3钱，合欢皮1钱。除了香方，可还有别的异常发现？臣女在姐姐后院撞见一台麻布遮盖的铜制怪器。本宫身居深宫20年，遍阅宫中技艺，从未听闻此物。本宫要在朝堂之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逼沈兰芷当众解释，讲清这铜器是何物件，是从何人技艺来源。只要他一语含糊，解释不清，便是欺君罔上、私藏艺术的重罪，无人能保他性命。殿下今天过来，是想求个香提神，还是专门来查我的底细？北境军情不断，我连着好几夜没合眼。你上次那颗冷暖相宜的香丸还有吗？殿下记错了，上次那颗是安神助眠的，你现在根本不缺助眠的香，你缺的是能提神醒脑的香。龙眼、薄荷、石葱蒲、丁香，专门对症你现在的状态。龙点帮你清醒脑子，薄荷驱散疲惫，石葱蒲通窍定神，丁香刚好中和凉意，护着脾胃，清凉但不刺骨，提神又不伤身。这香叫醒潮。你的香道到底是谁教的？是我母亲留下的本事，我照着她的香谱学的。不对，沈夫人的香谱只讲怎么制香好闻，根本没有药理配比，这是太医开药的路子，普通制香人根本不会。他果然在查我。我的香道本事，一小部分是我娘的香谱，大部分是我上辈子学的药理、毒理知识。殿下早就调查过我了，是吗？只要是能靠近太后，能影响宫里局势的人，我全都查过，没有例外。我母亲香谱第1页就写着，香和药本就是一体，配比错了，用量多了，就是害人的毒，对症搭配，拿捏精准，就是养人的良方。多谢你的香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德妃最近肯定要有动作，你务必小心提防。殿下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这些？我只是不想再有人像我母妃一样被毒香算计，白白枉死。真是个嘴硬心软的王爷，背地里调查我，转头就把德妃的动向偷偷告诉我。德妃，你处心积虑布局想搞垮我，既然你想动手，那我就陪你好好周旋到底。今日内务府递来了中秋宫宴的献香名单，沈兰芝给太子妃也特意备了一炉香，叫做安胎香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在这炉安胎香上动手脚。若是这炉专门给孕妇用的安胎香，
混住一位孕妇绝对碰不得的东西，比如麝香。若是太子妃在宫宴伤及龙胎，陛下必定震怒，到时沈兰只有10条命都不够赔。沈兰之则得嗅觉极其敏锐，寻常一点异香都能立刻察觉，瞒不过她的。本宫自然清楚，麝香味道太冲，近距离确实瞒不过她。但本宫要的不是让她闻不出，本宫要的，等她闻出不对劲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这里面是顶级麝香，你明日交给沈惠之，告诉她，宫宴当天悄悄把这包麝香全部撒进太子妃的安胎香炉里。娘娘，沈儿小姐她真的敢做这种诛九族的事吗？这就由不得她了。小姐，今晚宫里人也太多了，我腿肚子直打颤，心里慌得很。你不用慌，今晚你就守好一件事，待在偏殿厢室，盯紧4炉供香，一步都不许离开。奴婢记住了，绝对不敢出错。阿檀姑娘，太后传唤，让你立刻过去回话。可是我家小姐特意叮嘱，让我寸步不离守着香炉，不能离开啊！太后亲自传话，你也敢推脱，耽误了太后的事，你担得起罪责吗？快去快回！太子妃，对不住了，要怪就怪我姐姐吧。臣女沈兰芷，恭祝太后千秋，特制4炉寿香，分献太后陛下、长公主殿下与太子妃殿下。肚子好疼。回陛下，这炉香里有麝香。沈兰芷，你可知罪？这香有问题。臣女调制的玉堂安胎香中绝无麝香。沈娘子，香是你调的，炉是你盛的，此刻推脱是想嫁祸给谁？姐姐，你太狠心了，为了邀功竟敢害太子妃！来人！臣弟亲眼见过，他的每一味香都经过千锤百炼，此事蹊跷，请陛下允他自证。靖安王与沈娘子很熟？不熟，但本王信的是他的手艺。陛下，4炉香同时熏于殿中，其他3炉安然无恙，唯独太子妃1炉检出麝香。若臣女蓄意谋害，为何只害1炉？分明是有人趁臣女不在偏殿时投了毒。请陛下给臣女1炷香的时间，把这炉香拆开。若不能自证清白，臣女甘愿领死。再给太子妃诊一次脉，把麝香的症状说得越重越好。她不是要验香吗？本宫让她在验出结果之前，先被太子妃的脉象压死。陛下，太子妃脉象又乱了，胎动加剧，恐有滑胎之祸。沈兰芷，你还要验多久？太子殿下稍安，太子妃闻香不过数息，脉象虽乱，胎气未泄，不足以伤胎。不足以伤胎？陛下请看，这香丸外层焦黑，内层却是琥珀色，说明麝香不是调香时和入香丸的，而是后来撒在表面。臣女调制的安胎香丸内外色泽一致，若有麝香，必是整颗香丸都含毒。炉香在送入正殿前，被人往香丸表面撒了层麝香粉末。沈娘子，你说麝香是后来撒的，但这偏殿厢室只有你和你那丫鬟进去过。你说被人栽赃，那栽赃的人是谁？这正是臣女要问的第2个问题。阿檀，你守在厢室时，谁把你叫走的？是一个宫女，听说太后传奴婢过去问话。那宫女长什么样？她袖口绣了一朵鸢尾花。德妃娘娘身边的渊熙姑姑，她今日穿的衣裳，袖口绣的是什么？把那宫女的袖子亮出来。就是她！渊熙，谁让你假传太后旨意？是奴婢一人所为。奴婢见沈娘子得宠，心生嫉妒，德妃娘娘毫不知情。来人，将渊熙押入掖庭狱。臣妾管教不严，请陛下降罪。
罢了，起来吧，沈兰芷。今日之事你受委屈了，朕追加你上香娘子俸禄加倍，赐锦缎20匹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不是你害我，是德妃算计的。她知道太后不会传唤你，但她只需要一个理由把你调开。那个宫女是谁不重要，渊熙不行，她会换别人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渊熙进了掖庭狱，德妃一定会灭口，但德妃不知道，她以为我只有太后这一张牌。其实我手里还有一张她不知道的牌。渊熙可以死，但她在死之前必须留下一件东西，一件能证明德妃不仅害过太后，还害过刘皇母妃的。阿檀，掖庭狱里关着的不是宫女，是德妃的命门。我要赶在德妃灭口之前，让刘恒见到渊熙。小姐，您要怎么做？先发制人。渊熙死了，昨夜亥时，掖庭狱送去的饭菜里被人下了砒霜。我料到了，德妃不会让他活着。殿下在掖庭狱可有自己的人？有一个狱卒，当年跟着本王在北境打过仗。渊熙临死前，他在牢房外听到渊熙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告诉靖安王，他母妃的安神香里加的不是夜交冷。夜交藤安神，雷公藤好血。太后香里被换的就是雷公藤，和殿下母妃当年中的是同一种毒。同一种毒，同一个人。证据就在这里。但一枚毒香丸不够，殿下需要人证。人证已经渊熙死了，当年调香的太医死了，先帝也死了，只剩下德妃。那就让他再出一次手。他以为我在等死，其实我在等他动手。他漏一次，我就多一条证据。你手里这些证据，加上渊熙临死前那句话，够让廷妃重新开卷调查德妃。为什么不动？因为还不够。渊熙死了，唯一的直接证人没了，铁证只能钉死沈慧芷和旭儿，钉不死德妃。所以你要等什么？我要等他出最后一招。下一次他会用一个更狠的罪名，一个让我连自证机会都没有的罪名。巫蛊。太后寿宴，下月15。你要我做什么？寿宴当天，派人守在寿安宫外，盯住德妃的每一个宫人，谁进过香室，碰过香炉，全都记下来。你倒会用人。靖安王府的黑甲军头一回替一个调香师定教。黑甲军守的是大汉的疆土，太后若死在巫卜乡里，陛下震怒，朝局动荡，这难道不是大汉的疆土？好，下月15，黑甲军替你守寿安宫。巫蛊之罪，不死不休，他一定会用这招，而我就等他布下巫蛊局的那一天。旭儿的事处理干净了吗？回娘娘，旭儿3天前被臣女回了舅父庄子上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很好，知道本宫事情的人越来越少。沈二小姐，你知道本宫为什么把你留到现在吗？因为你还有最后一件事可以替本宫做。这件事渊熙做不了，旭儿做不了，只有你能做。娘娘，这东西沾上可是灭九族的大罪。怕了。下月15，太后寿宴，你姐姐去寿安宫献香，你把这个撒进太后那炉香里。太后香炉里有巫蛊，你去殿外找到赵虎，告诉他可以收网了。这香不对。太后脉象紊乱，这香里有毒。这香里掺了最不干净、最犯忌讳的东西。沈兰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中秋宫宴你便在香里做手脚，陛下宽仁饶了你，今日你竟敢变本加厉，用这种最阴毒的法子毒害太后！姐姐，
你糊涂啊！你这样做会把我们沈家上上下下全害死的。沈兰芷，上次你说有人栽赃你，这次又是谁栽赃你？这炉香里确实有骨灰和尸油，但不是臣女放的。臣女敢以性命担保，一炷香之内必有铁证。启禀陛下，末将奉靖安王之命，暗中守护寿安宫香室，申时3刻，此女趁偏殿无人之际，掀开太后香炉，将一包不明粉末倒入炉中。末将当场将其拿下，从她袖中搜出剩余粉末，请陛下过目。回陛下，这正是骨灰和尸油的混合物。这宫女是你宫里的吧？双烟，本宫看你可怜，收你做贴身侍女，你却背着本宫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。说是谁指使你的？想死？你一个被人当弃子的宫女，死什么？陛下，此女是德妃宫中2等宫女双烟，中秋宫宴，德妃大宫女渊熙因投麝香被押入烈廷狱，当夜暴毙。渊熙死后，双烟顶替了她。今日巫蛊香与中秋墨香之事，手法如出一辙，趁着偏殿无人投放禁，两岸并查，必有诸事。靖安王，你这是要诬陷本宫！本宫与沈兰芷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她？太后每日申时头疼加剧，3年不愈，是因为太后的安神香里被人加了慢性的毒。靖安王母妃死于雷公藤之毒，太后也差点死于雷公藤之毒。两宗命案，同一位毒，同一个献香人。好一张利嘴，沈兰芷，你说本宫在太后香里换雷公图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本太医署志3年来记录太后脉案，唯独申时头疼这一条，3年来的记录子记始终是同一个人。有人不想让其他太医知道太后中毒，物证3样，人证。渊熙临死前说了最后一句话，叶廷玉的狱卒亲耳听到，告诉王爷，他母妃的安神香里加的不是夜交银，是雷公藤。渊熙死的那夜，本王的人守在牢房外，亲耳听到了这句话。本王查母妃之死查了20年，今日误定人证俱在，请陛下下旨重审当年旧案。传朕旨意，德妃即日废为庶人，打入冷宫。德妃宫中所有宫女太监交廷尉严审，双烟押入死牢，重查靖安母妃旧案。沈兰芷，今日你为太后洗冤，为靖安王母妃翻案，功不可没。朕追加你为上香司正，掌香药司一切事务。起来吧，哀家这条命是你从鬼门关拽回来的。你入宫第1天就闻出了哀家香里的毒，你不声张，只是悄悄把那炉毒香换了下来。为什么不当时就说？回太后，臣女当时只有鼻子能闻出来，没有铁证。若贸然指认，他反咬一口，臣女百口莫辩。你比你父亲聪明，你入宫3个月，把后宫最得宠的妃子拉下了山，你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？怕。但臣女更怕的是，太后再闻那炉毒香，臣女却什么都没做。母后，儿臣当初举荐他，看中的是他的手艺，如今看来，儿臣看中的是他这个人。哀家也看中了，往后这宫里的香全归你管。沈兰芷，廷尉已经审出来了，巫蛊香和麝香都是他亲手放，按律当斩。但他是你沈家的人，哀家想听听你的意思。臣女请太后饶他一命。他3番5次害你，差点让你满门抄斩，你替他求情。臣女不是替他求情，臣女是替沈家求情。沈家满门，父亲、舅父、族中老幼数10口，他们与沈惠芷的罪行无关，臣女不能让无辜的人替他偿命。你知道他的罪名是什么吗？巫蛊谋害太后，诛9族的大罪。你让哀家饶他一命，哀家可以饶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幽禁冷宫，终生不得出。你方才说你不是替他求情，那你心里真的不想让他死？他会活着，活在冷宫里，每天闻着自己造下的孽，
直到头发变白，牙齿掉光，死也死不掉，活也活不好，这才是他应得的结局。德妃所用的雷公藤、乌头碱、勾眼眼，皆是他从西域药师手中获取。靖安王母妃的毒，太后的毒，幕后主使皆是德妃。廷尉已结案，沈兰芷，你入宫不过数月，替太后验出了毒香，替靖安王母妃平反了冤案，朕不赏你，满朝文武都不答应。臣女不敢求赏，臣女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太医署拿了朕的俸禄，3年验不出的毒，你入宫第1天就验出来了。廷尉查了20年的旧案，你3个月就查清了。朕要封你为执笔2000担女史，掌管内廷香药司，兼领太医署药香局。这是朕登基以来第1次给一个女子封官。臣女斗胆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臣女不求高官厚禄，只求陛下恩准臣女继续掌管香药司，将母亲留下的香谱与臣女的制香之法整理成册，传承下去。你不要3品上仪，只要一个香药司。是，上仪的品级再高，也只是一个人。一个人不好吗？香药司若能培养出一批香官，往后太后的安神香，太子妃的安胎香，靖安王母妃的冤案不会埋没20年。朕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不是来跟朕讨官的，你是来跟朕讨一个规矩。好，朕给你，即日起，香药司脱离太医署，直属内廷，由你全权掌管。设香官12人，由你亲自选拔，亲自教授。往后宫中一切香料，皆需香药司验过才可入殿。若有疏漏，朕唯你是问。臣女领旨。皇帝，你不去追？殿下不用劝我，我不要3品上仪，不是因为我不配，是因为我不想被那个位子绑住。本王没打算劝你。殿下看出来了，上仪是虚名，香药司是实权。我不要虚名，我要实权。我要往后这宫里的每一炉香都经过我的手，经过我教出来的人。我要让香药司变成一个只认香不认人的独立机构。你下一步要做什么？招募香官。香药司现在只有我和阿谭2个人，要设12香官，需要从民间招募懂香识药的人，不问出身，只考手艺。温子京就是现成的人选，他虽优柔，但变药的本事是好的。温子京，你那位退了婚的前未婚夫，他变药的手艺好，不用可惜。你用谁是你的事，不必向本王解释。招募相关那日，本王过来看看。殿下是来看相关招募的，名册在案上。本王不是来看名册的。北京没有茉莉，本王让人从岭南带回来一株，种了1年，第1次开花，给你制香用。殿下送我茉莉，我送殿下一味香。此香明知心，知道你的心，也知道我的心。你知道我的心，那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知道。殿下在想，这盆茉莉我要不要接？这朵茉莉是什么意思？殿下送我茉莉，我收下了。这朵花是回礼。沈兰芝，本王不想等相关招募的结果了，本王今天就想娶你。殿下，臣女进门可以，但臣女有一个条件。进门之后，臣女仍要管香药司，仍要调香、教香官、写香谱。臣女嫁的不是靖安王府的富贵，臣女嫁的是那个在巷口捡了臣女香丸，在药香局闻了臣女醒朝香，在寿宴上替臣女挡刀的男人。我娶的是上香司正沈兰芷，不是靖安王妃沈兰芷。哀家活了60多年，头一回见新娘子捧茉莉花入堂，别人捧的是红绸绣球，你捧的是一盆活的花。茉莉是殿下从岭南带回来亲手种的，茉莉年年开花，香从不断。往后这盆茉莉就放在王府正堂，每年开花的时候，我摘一朵给殿下，等花摘完了，我再种一盆。一辈子够不够？
不够就种2辈子。今日是香药司第一次全员议事，你们2位是从民间层层选拔出来的，我亲自考了你们的变香、合香、验香3项，你们往后调制的每一炉香都要经过3重验证。第1重，铜针验毒，促进、减劲、酒劲3针交叉；第2重，配伍验方，君臣佐使的配比不能出半分差错，流量封存，每一炉香都要留下样本，标注日期、配方、调香人，封存3年。3年之内，若有人因香出事，按样本溯源。你们面前的铜针，每人3枚，今日就领走。往后这些铜针就是你们在香药司的饭碗，饭碗碎了，手艺再好也没用。小姐，那几个香官脸都白了，尤其是温公子，手都在抖。他心里那道坎儿，不是我一句话能跨过去的。让他在香药司待下去，让他每天闻着干净的香，做出干净的香，他自己的心会慢慢干净。阿谭，明日把蒸馏花露的工艺成整理成册，发给每位香官，告诉他们，从今往后香药司不只要制香，还要制定香方标准，每一味香的配方、剂量、制法都要白纸黑字写下来。太医组那帮人以前制香全凭经验，一味安神香10个太医能配出10个方子。奴婢明白了，这就去整理。从今天起，香药司的标准就是大汉的标准。陛下，这是香药司成立3个月来制定的第一批香方标准，涵盖安神、醒神、安胎、驱疫、清心5大类，共37方。每一方都经过3重验证，从今往后，宫中所有香料皆按此标准执行。你3个月做了太医署3年没做的事，朕听说你还推广了蒸馏花露。是，蒸馏花露是用臣女自制的蒸馏器，将花瓣中的精华提取为透明花露，1滴花露抵得上10斤花瓣直接煮水，用花露调香，纯净透亮，没有一丝烟火气。香药司已将蒸梨工艺列入标准制法。朕的大汉从此有香可循。沈爱卿，你这双手不只救了太后的命，还给大汉立了一套规矩，朕没有看错人。我叫沈兰芷，是香药司的上香司正。今天站在这里的都是兰芷香堂的第一批弟子。兰芷香堂不收学费，不问出身，只问一件事：你们想不想靠自己的一双手养活自己？沈娘子，我是从人牙子手里被冯掌柜赎回来的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字也不识，连香材的名字都叫不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叫我二丫。二丫，你闻闻这个。凉凉的，还有点甜。这叫薄荷，市面上1钱银子买3斤，但在会制香的人手里，它值5两。你刚闻出来凉凉的，有点甜，是变香的第一步，你已经迈进去了。每天日出到日落，学变香，学合香，套制香露。3个月出师后，可以留在香堂做事，也可以去冯掌柜的兰桂香帮工，也可以自己开香铺。阿远，香丸不是扔进去的，是放进去的，用竹列，不是用手，手上有汗会影响香气的纯净度。甜的，还有一点凉凉的，像后院那棵薄荷草。娘，这棵香丸叫什么名字？鹅梨帐中香，这是娘穿过来第1天，在后院发现一株野生薄荷的时候做的第1炉香。比娘后来做的所有香都好闻吗？不是最好闻的，但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颗香丸让娘遇到了你爹。父亲，哥哥在闻香。哥哥说娘的第1炉香是甜的。我碾碎香丸是在学娘变香。娘说过，要认识一味香材，光闻不够，还要看它的质地、颜色、燃烧后的灰烬。这是初心香，你知道初心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，父亲说过，知道你的心，也知道我的心。殿下，太后走之前说，
把香道传下去，他在天上闻得到。母后走之前，我去看过她。她说，你娶了一个好女子。殿下，香道传下去了。香药资12香官，兰芷香堂第一批弟子已经出师了，香城第1卷也写完了。我答应太后的事做到了。母后在天上闻到了。香可安魂，亦可安心。以香立命，不负此生。